黄色真的是控制等级的专家啊。假如说我们现在的等级区域等级为 Level 6，那我们里面呢有千年鹿，还有千年古树新的，还有我们的妖精王。那这时候我们要登场饼干，我们登场了旧的古树，然后补充血量之后呢，我们可以使用它的能力支付一个能量，把妖精王拉出来，然后增加4个血量。这时候呢，等级减2，然后妖精王的能力又能够发动，因为我们的社区有古树，场上有古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移掉，所以等级变成3等，瞬间呢支付一个费用就能够降3等啊，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组合哦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黄色的这个玉组哦。如果说红色是燃烧生命来换成攻击的伤害哦，那么黄色玩法就会站在红色的对立面哦，反而是增加我们的生命值，让它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后盾哦，非常坚强的一个饼干的血量卡哦。这副牌组呢有非常多补血的机制，也能够去减少休息区的等级哦。所以算是一个能够拖慢游戏节奏的一个玩法哦。那在以前的版本哦，黄色就是专门来克制红色的哦，就是黄色它的这个增加血量拖慢节奏，反而能够克制到红色的这个牌组哦。那具体来说，这个牌组呢就会围绕着千年古树的能力哦，很多卡片都是围绕着这张千年古树来去做联动的。这张千年古树的能力呢是弃一张手牌，如果我的饼干血量剩下4点以下的话呢，就能够增加1点的血量。那攻击是3打3之后呢，我能够去丢掉1张 Flipper 饼干来去抽2张牌，所以补充血量了，同时又能够去补充我们的手牌哦，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绿牌手段哦。那它的专宠千年鹿呢，也是一个非常抗咒、非常耐咒的一个角色哦，是1等2血2打2。然后如果这个饼干这个角色呢，它的血量卡剩下2点以下。同时呢，我在战场上有千年鹿的话呢，我这个饼干就能够免费加1血，让这张千年鹿能够在场上持续的活下去哦，持续的输出，还算不错。所以这个卡片体系呢，你就会在前期蛮快就出这张千年鹿来去造成一个伤害，而且它晕倒还有很多的效益哦，包含说能够让千年鹿啊，也能够让这张特点卡有特别的效果哦，是1等2血。只要2打2之后呢，我还可以再支付一个黄色能量。只要我的休息区等级达到3等以上的话呢，我能够去选择对手的一个饼干造成1点的伤害。那3等的饼干呢，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在千年鹿晕倒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赶快补这张上场，就能够造成2打2，然后支付1费再追1的一个效果哦。更强的是这张精灵王饼干2等4血的一个精灵王啊，3打3，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。它是只要它登场的时候呢，只要我在场上或者是我在休息区有1张千年古树饼干的话呢，我就能够从休息区将1张黄色且为 Level 1饼干直接从休息区移到弃牌区，就能够去减少我们休息区的压力哦。攻击呢是3打3，然后如果我的休息区为4点以上的话呢，还能够再追1哦，所以是3+1的攻击哦。所以我在前期能够去堆 Level，它反而是对黄色来说是有增加攻击或者增加效果的一个效益哦。再来呢 Flipper 就不用介绍了，就跟我刚刚介绍红色一样，是差不多的体质。那也有一张阻挡者能够去阻挡伤害哦，这个在牌组当中是非常好用的。再来介绍是道具跟陷阱卡呢，很多都是跟补血相关的，像是这张生命的一个结晶哦，它是只要我的休息区或战斗区有我们的千年鹿，我们的千年古树饼干，它就能够去选择一个饼干加1点血。还有这张陷阱卡，它是2个能量呢，就能够让我们全场饼干加1点血哦，它是一个还不错的效果哦。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机制哦，就是黄色特有的机制，从手上将1张黄色的饼干呢放到休息区之后呢，我能够选择一个对手饼干造成2点伤害哦。这个卡片真的是只有黄色体系能够使用哦，因为它的代价蛮高的，要堆一个 level 进去哦。但就像是一个肾上腺素的一个爆发哦，我可以在出其不意的状态之下，直接扣对方2点血，而且还能够去绕过陷阱卡的一个效果哦。然后还有一张我觉得还蛮不错，还蛮特别的一个效果哦，就是这张荆棘啊，它是2个能量，选择对手一个2点血量以下的饼干啊，它在下回合没有办法转成活跃状态哦。这个是终于蓝色以外之外，终于有一个能够去倒对方不能活跃的一个道具卡哦。这张道具卡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冰冻蓝的一个实力了，然后这张能够去拖延对方去攻击的机会，
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道具卡哦。就是在之后的一个牌组当中应该都会放这张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，我们的黄色的场景卡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呢？黄色的能力呢跟红色一样，都是能够去抽牌的，但这个抽牌条件是我这个饼干有增加血量过就能够抽牌哦，跟红色的场景卡是相反的哦。红色是要拔血量哦，能够抽牌嘛，像这个是要增加血量能够抽牌哦。那么看起来黄色的这张场景卡是比较实用一些，而且它还非常小巧，只要一个能量呢就能够去做到抽一的一个动作，还不错。好，黄色呢就是一个加血为体系的一个玩法，如果新手想要玩这个牌组的话呢，也欢迎大家去购买哦。这个我觉得是还不错啦，但黄色的一个缺点是你可能要去搭配到其他1到9弹的卡片呢，才会有一个强度哦。那红色是非常直观的，你一套玉组呢基本上可以玩，或是你把2套玉组强卡把它组成一套60副的一副的红色牌组就能够玩了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介绍绿色的牌组吧。想要比对手提前很多回合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吗？那一定要玩我们绿色啦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战场上是一张重新战士饼干，它的效果是使用道具卡之后就能够补充一点血量卡，分手能力是使用道具卡之后就能够抽一张牌，所以这时候我们使用派2费跳1之后就能够马上启动到我们重新战士加1点血，同时还能够让风手再补充一张手牌，相当于我们跳费之后呢完全不会亏到手牌，还能够补充一点血量，真的是资源管理大师啊。那绿色玉组呢之前介绍过了，专门主打控制能量的花费以及道具卡的连锁效应，那围绕着的就是这张封建手饼干的一个效果。它的效果呢是能够对于我们曾经使用过道具卡之后呢，会有一个额外抽牌的一个效果。攻击呢是3点打3，然后呢我还可以支付1点或2点的一个能量，再去造成1点或2点的伤害，所以总共是能够达到5点的伤害之多啊。那这个绿色玉组的牌组呢，我在上一部的对战影片有稍微介绍过其他单卡的效果，包含说我们的场景卡、道具卡跟陷阱卡都有介绍过了。想看更多单卡介绍呢，可以到上一部影片来去观看哦。那就来介绍一下我在上一部影片没有介绍过的一些单卡吧，像是这张特点卡，2等4血3打3的一个效果，它是血量为4点以下，而且我的这回合有使用过道具卡之后呢，能够再加1点血量，就会变成2等5血的一个饼干啦。但是呢，其实在这个环境多元，应该说效果伤害多元的一个环境，2等5血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被解决掉的一个状态啊。再介绍是我们玉组当中另外一个 SR 的位置是2等4血的白羊天鹅，它效果有一点点啼笑皆非，是晕倒后能够如果资源区比对手少或者是相同了之后呢，能够从牌库中跳1费下来，攻击是3打3，然后如果场上还有封建手饼干在旁边的话呢，我可以抽1然后弃1，就是一个抽绿的效果。那这个卡片的定位有点尴尬，它在晕倒后才会有一个跳1的效果，而且还被限制在你的资源区比对手少的一个状态之下。像之前出的那个2等位置的一些能够跳费的饼干，像是阳光麝香葡萄饼干，就是要支付能量来去跳费。现在虽然说这个饼干不用支付能量啊，但它要晕倒后才能够跳费的这个效果，其实就会让它变成是一个不实用的一个饼干位置，因为绿色的玩法基本上没有让2等饼干进到休息区的空间呐，所以这张玉组卡片呢，基本上不会进到我们正式的构筑当中哦。那再来就是奇异果饼干，也是一个阻挡者的位置。那另外一张动物卡没有介绍过的，那这个效果也是晕倒后，从自己的资源区将一张道具卡回收之后呢，从牌库跳1费到资源区。那1打1呢，让它的位置也是有点稍微尴尬一些哦，不太实用啦。所以这套牌组比较着重就会在，如果你是使用纯玉组的话，就会着重在你的封建手出来之后呢，就会去搭配它的这个风车来去做到连环的效果。风车呢能够去让我们的封建手呢能够补血，那补血之后呢，封建手又能够使用道具卡来去造成更多的一个伤害，让它持续在场上造成不断的输出哦。所以这套牌呢，道具卡就会非常重要啦。上次玩家有人在底下留言说，跳费其实蛮重要的，就是跳费、阻挡者再加上封建手这个体系，我觉得是可以玩的，就是 Rampant Green， 我觉得是可以玩的。这张道具卡呢是真的会非常实用，2等能够跳费，
那这个挑废完之后呢，我还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去回收一张牌到手上哦。不过它的一个前置条件绑定我场上一定要有一张风电手饼干才能够2费跳1的效果，就会大大限制了一个我们牌的顺序。其他2张我在上一局对局中没有使用到的一个陷阱卡呢，它这个效果呢是我要跟对手的支援区是同等的一个状态之下呢，我才会有其他的增益效果。像这张陷阱卡就是2个费用减2点伤害之后呢，如果我的支援区跟对手支援区相同的话呢，我还能够去再抽一张牌到手上。不过这个效果绿色玩家应该会颇尴尬一些，因为你要不就跳费，要不就会在费用比对方少。你要控制到完全跟对方费用相同的话呢，基本上会有一点绑住自己的手脚啦。那像这张陷阱卡也是哦，它是能够去减2的一个伤害哦。那如果说我的支援区跟对方的支援区是相同的话呢，我还可以再额外再减1哦，所以是可以2费减到3哦。但这个绑这个相同的条件哦，就会让它变成是好像有一点点你要去配合到对方的感觉，我觉得也偏不实用啦。好啦，看起来绿色的一个玩法呢，就是着重在支援区的控制跟道具卡。那重点是呢，这个风电手之外，还要再搭配另外一张第5弹出的风电手才会比较强哦。所以它跟黄色一样，黄色的是也是要搭配那张古树比较强。所以像这类的牌哦，绿色跟黄色呢，你要玩的话呢，你就要去搭配到你之前的一些那个补充包的牌，你才会变得比较强。那像红色的话呢，就像我刚刚介绍过的，你是一套60张的一副牌组呢，你就能够去比赛，你不用去搭配到其他的一个补充包。那绿色呢跟黄色进阶玩法，它的强度呢会去要搭配到你其他的补充包才会有一个强度在哦。所以新手们，你可以去考虑一下，你到底适合是哪一种的玩法。红色偏进攻，黄色偏保守打法，绿色呢偏你要去弹性运用你的资源来去造成攻击。那么以上呢是我对这3套牌组的介绍。那欢迎新手饼干呢有加入到我们姜饼人对战卡牌当中的行列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选择了哪一副牌组，或者是你有特别什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呢，都能够在底下留言哦。好啦，我是多虑，感谢今天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